哦。别动！干什么呢？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跑铁路上来干什么？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走，跟我去趟派出所。杨副部长，前府台给台湾保密局发送的密电破译出来了。哦，上面说什么？毛泽东可能离开北平，坐专列前往莫斯科。情报准确吗？准确。毛主席一出发，他们就知道了。看样子这前府台的本领不小啊。他们得知主席访苏的情报，究竟要做什么呢？喂，我是杨继清。什么？炸药包？说清楚点。在北京和天津的结合部杨庄车站，那可是毛主席访苏的必经之路，这是敌人有计划的行动，请你们在这个地区严防死守，加强警戒。报告首长，这是今晚在案发现场发现敌特分子埋的炸药，重约10公斤，同时发现2具尸体。你们要紧急组织力量侦破此案。主席的专列再过2个小时就要经过这里，你们一定要保证绝对安全。是，誓死保卫毛主席安全。爸，躺下睡一会儿吧。安英啊，你先去睡吧。我年轻不困。年轻人才容易犯困嘛。爸睡了我就睡。安英啊，明年春上，你和安青回湖南去，看看你外婆，给你妈妈扫扫墓。另外，把这2张纸烧了。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眠，无奈披衣起坐数寒星。小来百念都灰烬，尚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勿忧。这是爸爸写给妈妈的。还有一首，是我抄的古诗。我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界，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爸爸对妈妈的感情，就像诗里写的一样。开会之死，百神莫属啊！爸，斯大林同志，你好啊！您好，您好，欢迎您的光临。
非常高兴见到您。毛泽东同志，您很年轻，而且很健康啊！您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您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毛泽东同志，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问好，感谢你们对中国代表团的邀请。我知道你们这一路上辛苦了，毛泽东同志。路上是遇到了点小麻烦，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蒋介石先生，他很关心我此行啊。不过我们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毛泽东同志，蒋先生的这一套对您可是从来没起过什么作用啊。虽然不起作用，他还要搞下去，不甘心失败嘛。我毛泽东也只好奉陪哦。斯大林同志，您说是不是啊？是啊，我早就听说毛泽东同志是个非凡的领袖，有很多人都给我介绍过你。是啊，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今天你到莫斯科来了，我们好好谈谈。我来的主要目的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们这次会谈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愿望啊？这次来，我们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啊！啊！毛泽东已经到了莫斯科。你是要告诉我，你们的行动又失败了？是不是这样就认输了？现在还为时太早啊！下一步，我已经有周密的安排。那毛泽东去了苏联，他总是要回来的。那好，我就静待你的佳音。是。另外，让万能潜伏台一定要搞到中共的机密情报。是。第二批接济款，港币2500元，已汇出，由港汇季小姐转收，余款设法续汇。保密局嘉奖，由中尉台长升为中校台长。季兆祥的这个秘密电台，就是集情报、报务、驿电台长4职于一身的所谓的万能潜伏台。它是保密局安插在北京的一把利剑。我们现在必须通过各种侦查手段，来侦破这个案子。部里决定，这个案子具体就由你负责。有困难吗？此案关系到毛主席的安危，即使有再大的困难，我别无二话。12月24日夜，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第2次会谈。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苏联人民同样伟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非常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帮助和支持。希望中苏两国之间签署一个新的友好同盟条约，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同时，我也希望有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来，进行两国政府间的磋商和会谈。我赞成重新签署必要的协议和协定，但是在中国的东北问题上，我们坚持雅尔塔协定上面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并且与中国方面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继续租用旅顺港和大连港，并在两地驻军。我们政府对中国的任何一块土地都有能力管理。不过我担心，毛泽东同志，我担心你们没有多少管理经验。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是会很认真、
很好的向苏联同志学习的。旅顺、大连、长春铁路，我们都能进行管理，而且我们相信，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一定会管理得很好。毛泽东同志，您习惯这里的生活吗？还有哪些需要办的具体事情？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可是什么事情也不干。身体状况如何？我是来干什么的？斯大林同志派我们来看望您，看您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我现在还有什么事啊？我一天就是3件事：吃饭、拉屎、睡觉。毛泽东与斯大林第2次见面后，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被搁置下来，这让毛泽东忧心如焚。只要触及到那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就不高兴。现在连面也不露了，没人理我们了。呵呵，就连美国、英国的报纸也在看我们的笑话。主席啊，这几天你考虑问题太多了，要注意休息。盼了几十年呢，新中国成立，我们来了，不远万里，为了什么呢？既然是兄弟国家、兄弟党，总应该像个老大哥的样子吧？主席，小心这里有窃听器啊！怕什么？我就是不信邪，让想听的人去听好了。主席啊，消消气，保重身体些。主席，通知代表团的人回国。主席，这怎么行呢？生气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主席啊，我看斯大林如果知道你在这里发火，他肯定会有所举措。小孩子没娘，说起来话长。我们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是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几十年了，我们好不容易熬过来，建国了，可还是个烂摊子，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我们是急切的需要真诚的帮助和支持吧。主席，那您具体还有什么打算吗？我们来见斯大林，总得搞出像样的东西吧。我多次说过，在国际交往中，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能让，要寸权必争，寸土必得。主席还是担心东北的问题吗？许多实际问题都需要谈的，尤其是旅顺、大连、长春铁路，这一次我们一定要争回来，包括东三省的一切主权。还有没有确定下来的边界问题？毛泽东说他在主权问题上不会让步。难道他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我看不像。这个毛泽东可是个坚持自己想法的人。大家想想，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共同点呢？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同毛泽东闹僵了，美国、英国将坐收渔利啊！无论如何，
毛泽东不能这样离开苏联。可是，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世界舆论呢。可以让毛泽东和他的人去参观莫斯科博物馆，也可以去列宁格勒，只要毛泽东他愿意，去哪儿参观都可以。可以让毛泽东多看一些我们拍摄的电影。那我们就送100部去给他看。西方媒体对此进行造谣宣传，说毛泽东被斯大林滞留在了莫斯科。这时，斯大林通过与王稼祥谈话，了解到毛泽东的想法，改变了原先的态度。毛泽东提出了签订新的中苏条约等3个方案。主席，我觉得还是把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呢？是的。这样就好。辛苦啊！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有你就好办喽。主席啊，我也一直在等着你的消息啊。主席最近辛苦了，身体怎么样？我的身体很好啊，苏联医生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情况使我想起了当初刘备在涪关被困，急搬诸葛亮入川的事。我可不是诸葛亮啊！哎，过来这么久啊，会谈进展不大，跟斯大林同志有过些小误会，都解决了。我们必须对涉及我们中苏关系的一些现有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的好，经过协商，中苏应该建立新的协定和条约。上面签上这一条。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取得重大成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于在克里姆林宫签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震撼了全世界。台湾岛内的蒋介石更是惊恐万分，惶惶不可终日。真是一群废物！毛泽东和斯大林把那个协议都给签了，可你们的计划、你们的行动，现在还有用吗？父亲，毛泽东远在莫斯科，我们也是鞭长莫及啊。你们不仅是行动上的失败，更是情报上的失败。毛人凤前2天还兴冲冲地来向我报告，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在了莫斯科。试问，软禁在莫斯科还会签这个协议吗？可是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都是这么说的。难道我们的情报机构只能去拾别人的牙慧？真是不思进取，不以为耻。父亲息怒，敬而失之，失之。好了，说说你们下面的行动吧。你们下面打算怎么办？听毛局长说，已经在行动处挑选了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进行短期的训练，然后把他们派往东北，与潜伏在那里的东北技术纵队联合行动，在铁路线上设伏。北平方面有万能潜伏台，获取毛泽东回国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的专列经过，一举炸毁。父亲，父亲，啊，这毛泽东注定是我的克星啊！经过缜密侦查，我公安部门根据台湾保密局从香港汇过来的活动经费这条线索，顺藤摸瓜，终于掌握了潜伏特务季兆祥的基本情况，案情获得突破性进展。杨副部长，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毛主席很快要从莫斯科回来了，我想这个时候敌人肯定会加紧部署，而且保密局和季兆祥之间也会有密电来往。你们的任务就是用测向车紧密搜查，一定要把他给挖出来。走，现在就走，向李克农同志汇报。走。来了！哎，你们干什么？哎，解放军同志，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季兆祥，把你的电台交出来。电台？哎，什么电台啊？走！哎，这。曹科长，发现侦流器，但没找到电台。首长，我说了我家里没电台嘛。季兆祥，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这，你最好老实交代。
都做过了，没有发现电台。小顾在，看见牡丹了吗？牡丹，把它给我摘下来。是。季兆祥，你家的牡丹图很漂亮啊。小顾，到，把电台抱来。是。季兆祥，你们的密码我们早就破译出来了。你和你的主子毛人凤还不知道吧？曹科长，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报告李部长，我们搜出一部电台，还有手枪和密码本。收获不小啊。他就是万能潜伏台的台长季兆祥。毛人凤要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看，我们也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我有罪，我有罪。我来是看看你这位中校台长的发报技术。你就用这部电台，使用你们原来的方式，给你们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拍个电报，如何？愿意效劳，愿意效劳。时间已过，为什么万能潜伏台还没有消息？局座，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意外？不可能！凭共产党那点技术力量，他永远也破不了万能潜伏台。毛人凤，任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发报只有2、3次就被我们侦破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你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局座来了，我告诉你，跟你讲话的叫李克农，你听着，你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会长久。你若率部归降，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再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正是万能台的台长季兆祥。李克农啊，李克农，老子跟你没完，没完！回家了。这一次，我们是满载而归呀！我看主席呀，已经是归心似箭了。还是家里好啊！看看这北国风光，我就是觉得亲切。主席的那首诗用在这里最贴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短短几个月，已经有25个国家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让黄镇、耿彪、姬鹏飞、韩念龙、王幼平、袁仲贤这样一伙共和国的开国战将改行去搞外交啊！主席是想让这些拿枪开炮的战将去当外交官呐？搞外交也是打仗啊，不过不是武打，是文打。
那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一批外交官，要不要留用啊？旧政府别的人才都可以考虑留用，像经济人才、工业人才、商业人才啊，包括军事人才，唯才是举，多多益善呢。可是国民党的外交官，我毛泽东可是不敢恭维啊。这些人见了洋人腿就发软。我们要有决心，培养自己新一代外交官。我们还要马上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保卫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刘亚楼的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过几年面包，还在东北办过航校。我提议啊，让他当空军司令。萧劲光懂俄语，熟悉苏联的军队，我看就让他当海军司令。你们看怎么样？好。有一点啊，他们肯定想不到，主席，我听说啊，这个刘亚楼晕机，萧劲光晕船。好嘛，晕机的当空军司令，晕船的当海军司令，正好是一对儿。咱们这些延安窑洞出来的土包子啊，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任务，要适应新形势啊，掌握新情况。好，我马上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去通知他们。哎，好。走吧。爸爸。哎，爸爸。哎，真乖。哎，难听死了！你以为这是乡下？孩子们怎么样？挺好的，写作业呢。那就好。哎，这字儿写得漂亮啊！啊，哎，赶紧收拾行李啊！收拾行李干嘛？让咱去外交部报道。外交部？组织上不是让你筹备总干部的吗？形势需要啊。咱们国家跟那么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不得需要外交官呐？黄振，咱们是当兵的，搞外交行吗？战斗队变工作队，不懂咱们可以学呀。这么说，你一定要去外交部了？是啊。哎，你跟组织上反映反映，能不能不去啊？啊，那可不行啊！咱们总不能和组织上讨价还价呀。我可把话说清楚了，要出国你去，我才不去呢。嗯，这可不行啊！为什么？这不俗话说吗？功不离婆，秤不离砣啊！得了，思想不通，我找领导谈谈去。哎，黄振，哎呦，嫂子也来了，来了！哎呦，这么多孩子啊！是，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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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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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孩子们，跟叔叔问好。叔叔啊！真乖啊！你先带孩子们去房间，我们几个老战友好好聊聊。好，来，去吧。走了，跟妈妈走。哎呦，这么多孩子啊！是，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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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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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呀，孩子们，跟叔叔问好。叔叔啊！
真乖啊！你先带孩子们去房间，我们几个老战友好好聊聊。好，来，去吧，走了，跟妈妈走。再见啊！来，坐，好，来，来，哎，你们哪天到的？都是昨天来报道的。感觉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这抽水马桶啊，坐不惯，没有太行山的茅坑啊，蹲着舒服。哎，我教你个好办法啊！哎，不要坐在马桶上，要蹲在上面，保证舒服。哎，马桶还可以，主要这个席梦思太软了，爬上去，昨天我一个晚上没睡着觉。我也是，昨天晚上睡着了，早上起来腰酸背疼啊。听不到起床号，心里空落落的。我说呀，生活上的事情还好办，慢慢适应就行了。关键是工作上，非同小可呀。哎，仲谦兄，你跟英国人打过交道，你给咱们说说。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打不相识。我看这搞外交啊，就是不谈不相识。英国皇家军舰紫石英号在长江对我方开炮，我军啊奋力反击。后来啊，组织上让我去谈判，就是成天磨嘴皮子，你挑我的刺儿啊，我挑你的刺儿。这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最后，英国军舰主动向我们书面认错道歉。仲贤兄有过实战经验了，你可已经是成熟的外交官了。哎，黄震，我看你在北京跟外国人打交道最多，你做外交官最合适。对，我可不行啊，我只坚持一条，多请示多汇报。就是我们家朱林那思想啊不通。黄震，背后说我什么坏话呢？说曹操就到。哎，朱林嫂子，你愿不愿意当外交官呢？哎呀，我不想干，我也反对我们家黄震同志干。我已经打电话向组织上反映了。你看看，跟我们家那位一样啊。是啊，都一样啊。哎呀，是。你真的跟领导反映了？你给谁打电话了？我们领导。你们领导哪有时间管你的闲事？哎，这怎么算是闲事呢？我们思想不通。我们？还有谁啊？就是跟丈夫来新华饭店报道的，有10几个女同志呢。我们都不想出国当什么外交官夫人，我们只想留在国内好好的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不瞎胡闹吗？哎，这怎么叫瞎胡闹呢？我们要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没有错啊。黄震同志，我可跟你说实话，我算是温和派，有几位女同志一听说要辞去自己的工作，立马就跟丈夫提出了离婚。朱林同志，你可别逼我啊！黄震同志，请你也不要逼我。我们这些同志都是将军啊！将军当大使，好啊！可是主席啊，我们都不会外语，怎么搞外交啊？不会搞外交，但是还是要你们去搞外交，因为首先你们不懂外语，跑不了啊！开个玩笑，不懂外语，那就向黄震同志学习嘛，抓紧时间学。
主席，国民党时期不是有很多外交人员吗？能不能像商业一样加以改造呢？新中国的外交官完全靠我们自己，靠你们去培养新的一代外交官，这叫另起炉灶。来，你兼任外交部长，你多说说。好，同志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短几个月，已经有25个国家宣布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搞外交，是因为外交跟军事是一样的，只不过军事是武打，外交是文打。军队平时要苦练，要演习，要打靶，上了战场不能轻敌。外交工作也一样，要谨慎，要细致，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更不能无组织、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你们中间不少人在部队是参谋长啊，参谋长擅长搞调查研究。你们到了国外，要通过公开的途径去了解各国的情况，包括风土人情，相互增进了解，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人民之间的友谊。耿彪啊，我是要特别提醒你啊，你到西方去搞外交，要好好了解其他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情况。主席、总理，我们这些天是看了一些外交文件，可是实际上什么情况，我们还是没搞清楚。不要着急，过些天罗马尼亚大使来递交国书，到时候我通知你们来看。这就好，这样好。来，各位大使，各位大使夫人，总理今天让我代表他，请大家吃西餐。我先检查一下大家的着装。解放区的妇女发型不太适合外交场合，你需要去烫个发，然后再擦点粉，抹点口红。你看，你里面小背心的带子露出来了，这在外交场合是非常不礼貌的，以后一定要注意啊。你里面衬裤太长了，已经露到旗袍开叉的外面了，一定要注意，以后穿旗袍的时候，衬裤不能太露出来。好了，请各位入座吧。好，来，坐。很好，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吃西餐的程序。这怎么像小孩肚兜啊？外国人呢，大多数吃饭的时候呢，使用刀叉，左手拿叉子，右手拿刀，边切边吃。把这个切成一小块啊，用着叉着吃。来试试。作为大使呢，参加各种餐会、酒会和招待会，是你们工作的重要一部分。严主任，听说当大使的每天都是吃吃喝喝啊？这是误解。作为大使参加各种宴会，不单单是为了吃喝玩乐，而是为了增进感情。就比如说，德国要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就是苏联大使在招待会上得到的情报。哎，不可以这样。这个东西呢，一定要用叉子插着吃，千万不可以把刀直接放在嘴里吃。小心啊，刀子划破你的嘴。这样也不对，大家还要注意啊，在吃西餐的时候呢，和别人说话不要用手指着人家，或者呢，也不要用手里的餐具随便指着人家。这么多规矩啊！
不可以喝，这是洗手水。严主任呢？你给我们大家来几盘水饺行不行啊？同志们，外交无小事，我们只有边吃边学，这样走出国门才不会闹笑话。是还得学啊。严主任，那这个就这么拿着吃？这个可以的，但是最好只切开，里面蘸上果酱或黄油。啊，蘸着吃，蘸着。哦，加在里面。啊，来，试一试。来，我也来试试。好吃吗？没肉包子好吃。夫人，请。你少现学现卖。走。老首长，老首长，老首长。哎呦，老首长，来，我们助理来看你了。来坐。来坐。听说你要去外交部了，马上要出国当大使。是啊，我们今天特地来登门求教的。你在苏联工作8年了，传授经验呗。哎呀，外交工作很重要，看起来很风光。不过我要事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不要高兴得太早。刚出去的时候新鲜，等你们住久了，就会想家，想念祖国。特别是女同志啊，那个滋味太苦了。朱玲同志，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老首长，我不想出去。你也不用怕，女同志出去了就是要配合丈夫，当好外交官，学点外文，管家，偶尔陪同丈夫出席下招待会，别的也不需要干什么。老首长，越是没事干，我越不想去。来，喝茶啊！哎呀，你踱来踱去的干什么呀？你今天干嘛在老首长面前的出我洋相？我怎么出你洋相了？我不过跟老首长说了句心里话。你这摆明是拖我后腿。随你怎么说，反正我不想去。要去你自己去，我要留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组织规定外交官必须带家属。实在不行，黄振，咱俩离婚。什么？哎，你胡说什么呀你？哼！喂。哦。好。好。谁的电话？什么事儿？办公厅严主任的电话，说明天周总理和邓大姐要给我们女性同志开座谈会。周总理、邓大姐？哎呀，就是我们不想出国，向上级汇报了，上级汇报给了周总理。你真行啊你可真行！这闯祸都闯到周总理头上了。
黄振，你给我说清楚，你真的不想跟我过了？床太软，我受不了。你给我说清楚，是你受不了床，还是受不了我？啊！我都受不了。同志们，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来看望大家，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总理为我们做重要指示。来坐，大家坐。保安同志，你不要夸张嘛，我不是来做什么重要指示。听说你们有的同志心里有疙瘩，还有的同志因为出国问题家里闹别扭，我是特地来和你们大家谈谈心的。什么？你老婆也闹别扭？我老婆也要？哎呀，这回闹大笑话了，连总理和邓大姐都惊动了。你说这可怎么办？谁说不是啊？我们都是外交官，连家事都处理不好，怎么可能处理好国事呢？哎，这次出丑出大了。外交战线是一条特殊战线，是新中国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沟通的桥梁，意义重大。走出国门，你们展现的就是新中国的形象与风采。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希望大家克服困难，勇于承担重担。当然了，大家的意见组织上也会考虑。男同志能当外交官，我看女同志也可以嘛，不能一天到晚围着锅台转。男同志按职务级别拿多少工资，女同志呢也按职务级别拿工资，同工同酬嘛。朱琳同志啊，到。你家孩子多，出国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困难就说，有意见就提嘛。报告总理，意见没有，困难我们自己能克服。好。好，走。总理好。精神面貌不错，个个都挺精神。总理好，总理，总理，罗马尼亚大使什么时候到啊？罗马尼亚大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马上就要到了。你们都躲到屏风后面啊，一定要。国民会议主席团的命令，肩负着崇高而愉快的任务，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资格，代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阁下呈递国书，感到非常荣幸。我谨代表罗马尼亚政府、议会和全体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真诚的友好、信任和祝福。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鲁登科大使出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贵大使巩固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予以各种协助。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贵国元首健康。
哎呀，这叽里咕噜一大堆话，谁记得住啊？哎，反正是事先写好的，背下来就行了。哎，其实啊，我们照大概意思说几句，反正对方也听不懂，全靠翻译他记住了，他熟练了，那不就行了吗？哎，那不行，那不行，咱们的翻译啊，可以打马虎眼，人家国家元首也有翻译啊，到时候肯定露马脚啊。对，哎，那是不行。哎，不行不行，我看这样吧，趁热打铁，咱们在这练习一遍，怎么样？哎，这个主意好啊！不行不行，我脸黑，我在黄埔的时候演过印度人，你就演印度总理，我们大伙呢就演大使，向你递交国书，行不行？就我演印度总理，来吧。好，可以，这个架势不行，不行，来吧，哎，快好，快站好，好，来，这个好，这是国书啊。总统阁下，今天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肩负崇高而愉快的任务，向总统阁下递交国书，我感到十分荣幸。祝愿我国和贵国政府世代友好，祝愿两国人民增进友谊，祝愿总统阁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好，不错不错，黄震，有模有样的，干得真是不错。下面谁来啊？哎，我来。好。哎呦，怎么了？来，快坐下。崴脚了？那你怎么哭了？黄震，你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资产阶级小姐？不像资产阶级小姐，像太太。咱们干革命，干了半辈子，就是要革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命。现在倒好了，我自己变成阔太太了，又钻牛角尖了。这是革命工作，是外交战线的工作需要。道理我都懂，我明白。可是，哎呦，可是我心里堵得慌。这几天和战友们告别，和亲戚们告别，好多人都说我们到国外工作，把孩子们留在国内，孩子们将来长大和我们就不亲了。我一想到孩子，我这心里就好像丢了什么东西。别想那么多。毛主席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了新中国，这么多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咱们做这么点牺牲，又算什么呢？黄震，咱们能不能把最小的老五带在身边？他还那么小，我真的不放心，我真的不放心他。行，咱们把老五带在身边。还跟个孩子似的。哎呀，这人我真好看呀！是啊，你说不行朱林同志啊，你的工作定了吗？报告总理，定了，大使馆2密。家里的孩子怎么安排啊？都安排好了，大的留在国内，由父亲母亲亲戚们照顾；小的咱带在身边。
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啊？没有了，谢谢总理。我要先跟女同志们说几句。过去我们地下党开展工作，需要女同志去扮演夫人、小姐、阔太太，甚至是舞女，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现在，你们是夫人，是外交官的重要助手，这同样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新时代的需要。害怕穿上高跟鞋就损害了革命战士的光荣形象，是不正确的思想，千万要不得。总理，您说到我心里去了。只要是工作需要，该穿草鞋穿草鞋，该穿高跟鞋，咱们就穿高跟鞋。讲得好啊！我要为祝林同志鼓掌。在座各位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我不担心。但我要提醒大家，你们到了国外之后，驻在国举行招待会宴请你们，在国外宴会上，喝汤可不能拿小勺啊，千万不能像喝粥一样喝得咕噜咕噜的冒泡。对了，喝咖啡也要小口小口的抿呐，不可仰着脖子往里灌。总之，要文明，要高雅，切不可认为这是小节，漫不经心，更不能忽视小节而有辱国歌。我们打了20多年仗，取得了胜利。帝国主义正在造谣，联合国也在排斥我们。许多国家，甚至是刚刚独立的国家，对我们也有些顾虑啊。所以，第一批外交官出国，待人接物都在国际上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家马上就要出发了，我讲6条意见，算是临行嘱托吧。第一，重新学习，重视学习。第二，要站稳立场。第三，要善于和驻在国政府打交道，不允许与反政府的党派团体来往。第四，不要自高自大，对小国也要尊重民族自尊心。第五，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要有四海为家的气魄。第六，你们大使一定要亲自写报告，而且自己署名。最后，预祝大家一路平安，工作顺利，全家幸福。好，谢谢总理，谢谢总理，谢谢，谢谢总理，谢谢总理。就在中国人民准备甩开膀子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变迅速做出反应，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对朝鲜城市实施狂轰滥炸。随后，美国把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武力威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操纵联合国，组成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合国军入朝参战，我看对朝鲜人民军是很大的考验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美国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我们解放台湾。如果再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就不信美国人能把中国一口给吞了。他没这个胃口。未雨绸缪啊，我们还是要早做准备啊。朝鲜跟中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呐。如果美国胆敢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相反，还要跟他斗一斗。父亲，听说在美国核武器的研究方面，也有许多我们中国的专家学者。是啊，此人就叫赵忠尧，还是浙江诸暨人，中央大学教授，核物理专家。
此人是不简单的。1930年，在美国做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当年还差点获得诺贝尔奖。1946年，以观察员的身份去美国比基尼岛，观察原子弹爆炸的实验。这么说，他是第一个亲眼见过原子弹爆炸的中国人。不仅如此，当年我们也有过研制原子弹的计划，美国人也答应帮助我们。他赵忠尧就是这个研制计划小组的成员之一。那后来呢？可惜呀，后来战事紧迫，终究不得不放弃研究原子弹的计划。不过，像赵忠尧这样的人才，我们绝不可能再放弃。父亲，我明白，我马上派人去美国，把赵忠尧他们弄到台湾来。不光是一个赵忠尧，蒋百里的女婿钱学森还是一个导弹专家。像这些掌握尖端科技的人，一旦回到大陆为毛泽东所用，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大陆在军事上，他毛泽东暂时是胜利了。但是现在，在争夺人才这场战争中，我们绝不可再失败。中美关系在急剧恶化的同时，成百上千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也在积极行动，准备冲破阻力，回归祖国。新中国成立了，该是我们报效祖国的时候了。我听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要把战火延伸到鸭绿江，我们的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突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提议，现在就开始行动。好。我们中华儿女的心是一起跳动的，这面五星红旗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让我们一起来为祖国祝福吧。一心想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钱学森，决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和喷气动力实验室主任职务，以探亲的名义转到加拿大回国。钱，你的来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知道，你最近有些麻烦。作为你的老朋友，我想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次让先生，今天我来造访，是来向您道别的。我准备回国。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吧？次让先生，如果我告诉你说，我被吊销了安全许可证，司法移民局在调查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私拆我的个人信件，窃听我的电话，您觉得我是在跟您开玩笑吗？我不认为你是个共产党员，我从不认为你什么地方对政治感兴趣。钱，我要提醒你，吊销国家安全许可证的问题呢，需要澄清。我建议你先到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任教。我作为你的老朋友，我向你保证，我会为你请一名律师。我相信
他能解决你的麻烦。自让先生，我的主意已定，这些都不需要了。钱，那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不要离开？自让先生，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谢谢你对我的关照。再见。好自为之吧。司令先生，他已经走了，绝不能让他回到红色中国。司法部，我是五角大楼，绝不能放走钱学森。对我们来说，宝贵的情报他知道的太多，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杀掉，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无论他到哪里，他都能抵上5个师，5个师！笨蛋！你是钱学森教授吗？是的，有什么事吗？美国司法部驻移民规划局执行法官兰顿签署命令，不准钱学森先生离开美国，请您遵守。这位先生，海外华侨回归自己的故土，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政府无权干涉。还有，美国不是号称自由民主、保护人权的国度吗？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真是岂有此理！钱学森先生，美国的自由和人权对你是个例外，因为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我们美国的机密。我所学的知识曾经帮助过美国，但不是美国的私有财产。这位先生，我告诉你，我已经购买了机票，我的行李也已经装上了轮船，准备托运回国，阻止不了我。那么，美国司法部的命令你也置若罔闻。钱学森先生，我劝你仔细瞧瞧这上面的内容。凡是在美国受过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全都不准离开我们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可能被利用来对付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我说的你都明白了吗？我抗议！我抗议这种卑鄙无耻的行为！我想你以后会明白这个抗议的后果的，钱先生。怎么了，学森？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不舒服，好像有事情要发生。现在报纸上众口一词，说你是共产党的间谍，这美国当局肯定要采取行动了。所以说，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虽然说他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现在美国当局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会不会是他们来了？我去开门。哎，不，还是我去开门。哎，不，请你让开。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想干什么？我们要带钱学森先生去做调查。他在里面休息呢，你们不能打扰他。我警告你，请你让开。别进去！走吧。许四，放心吧，没事的。我们要带钱学森先生去做调查。他在里面休息呢，你们不能打扰他。我警告你，请你让开。别进去！走吧。许四，放心吧，没事的。来美国这么多年了，父亲给的这本书一直没念。你跟孩子说，他爸爸去学中国学问了。走吧。钱学森遭到逮捕，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进美军特米纳岛监狱。钱学森受到非人的折磨，狱警不让他睡觉，每隔10分钟开一次灯，1个小时进来吵嚷一次。起来，起来，起来，不要睡觉了。起来，起来，不要睡觉了。钱学森进了监狱，哼，光共产党间谍这条罪名，就够他受的。可惜呀，让赵忠尧溜了，让此人回到大陆，后患无穷啊！哼，他跑不了，
据可靠情报，威尔森总统号将在日本的横滨停留。你去趟日本。好，局座，我明白。祥之啊，你是保密局的头1号行动专家。此次行动务必马到成功。局座放心。去吧。赵忠尧、邓稼先等人乘坐的威尔森总统号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突然遭到美国宪兵的搜查。他们是冲着赵忠尧来的。这3间屋子都是理工学院的学生，这第3间就是赵忠尧住的。看你的了。走。你们干什么？你就是赵忠尧吗？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单抓加州理工学院来的人吗？不知道。钱学森已经在美国被拘留了，你们几个被指控与钱学森的案件有牵连，马上带走。是，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抗议！走，抗议！我抗议！快走！赵忠尧和生物学家沈善炯，还有钱学森的学生罗时军，被关进了美国在日本的巢鸭监狱。走，走。你说话呀！妻子，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你一定要挺住，一定要说话呀！你说呀，说呀！人生当有品，人生当有品，人生当有品。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在中国政府和各国科学家的严正抗议下，赵忠尧、沈善炯、罗时军被关押一段时间后，终于得以释放。就在此时，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美国果然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正式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陆朝作战的命令，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席，彭老总来了，来。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几十万人的生命。打得好没得说，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哎，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就没法子交代喽。主席，我快人快语。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他想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彭老总啊，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有什么困难吗？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了解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好，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仗坚决打，哪怕美国丢原子弹，我们也要打。美国人拿原子弹说事，老子听不懂，照打不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原子弹吓唬不了我们。我怀疑他将来是否还会用于战争。他在广岛的大爆炸毁灭了自己，全世界人民都反对他嘛。所以主席说嘛，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彭老总啊，过几天就要出征了，今天我请客，啊，为你饯行。主席的送行酒，我一定要喝。都是湖南菜，到了朝鲜可就吃不上喽。彭老总啊，多吃点。在主席这里啊，我从来不客气他。够劲儿，主席说的，不吃辣子不革命嘛。彭老总，我支持你革命到底，把这颗辣子统统消灭掉。谢谢主席。阿英啊，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啊，北京机器总厂。工人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应？大家都真正发动起来了，坚决要求支援朝鲜人民。不是发动，是正义的召唤。难道你去朝鲜是我动员的吗？啊？主席，阿莹她……你说吧。彭叔叔，你不是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军。安英想跟你去打仗，要我批准，我没得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收不收这个兵吧？主席，这不是开玩笑吧？彭叔叔，我没有开玩笑，我已经认真考虑了好几天了。阿英啊，我记得你结婚还不满1年吧？你们小两口商量好了吗？你可不能背着他呀。我们商量好了，思琪她支持我。主席，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吗？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嘛？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吧。在苏联的时候，我上过苏联士官学校、莫斯科军事学院、列宁军政学校，我还当过苏联坦克兵中尉，参加过苏德战争。你的经历我知道，但是老彭啊，你就收下他吧。安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嘛，啊？既然主席都说了，那就让安英当我的翻译官吧。安英，你同意吗？彭叔叔，我100个愿意，只要让我上前线，干什么都行。坐吧。主席，让那些记者知道，这可是头条新闻呐。还是不要让记者知道的好。要是传到杜鲁门耳朵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了。啊，我是很少喝酒的，这杯酒啊，
就为你送行。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来。十四，他们争不过我。你又能说话了。我在监狱里，只有国民政府才代表中国。我再问你，你觉得要效忠于国民政府吗？我不在乎国民党，因为我认为他们对中国没做什么好事。他们是这样的吗？事实可以说明一切了吧？钱先生，你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但现在我相信你还是一个死硬分子。谢谢检察官对我的褒奖，我感到十分荣幸。我觉得，既然您说我是君子，那君子有所为。审问者在钱学森嘴里审不出什么罪证，只能继续将他软禁，试图摧毁他的意志。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役正式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取得伟大胜利，歼敌1.5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妄图于11月23日感恩节以前吞并朝鲜、结束战争的计划。掌握绝对制空权的美军派轰炸机轰炸了彭德怀的志愿军司令部，投下几十颗凝固汽油弹。正在司令部作战室值班的毛岸英壮烈牺牲。进来。子龙，你找我？这是彭总发来的。阿英她……总理，这是我不敢向主席报告，就先来找您了。太突然了。主席怎么经受得了？
安英平时表现那么好，主席很喜欢他。主席肯定很难受，这个打击太大了，我担心。主席难受是肯定的，总不让他知道也不是办法。这件事情是瞒不住的，可是现在主席正是指挥朝鲜战场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能让他为此分心呐。再说主席最近身体不好，住在新六所。这样吧，子龙，等主席身体康复了，再告诉他吧。是。子龙啊，还有什么事吗？朝鲜战场打了大胜仗，伪军进行报复，派飞机用凝固汽油弹炸了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同志安全吗？彭老总来电报了，他很好。哦，那安英和总部的同志们呢？这次有牺牲。作战时被炸，安英她主席，来。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主席，你不要太伤心啊！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安英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为国际主义事业牺牲了他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阿英太年轻了，她结婚才1年。阿英是1922年生的，刚28岁啊。
件事，先不要对思琪讲，尽量晚一些时间吧。他经受不住的。爸爸，你好吗？啊，我的娃。很久都没有见到爸爸了，今天特地过来看看。啊，你还好吧？我很好。来，坐下，跟我讲讲学校里的新闻啊。学校是有点新闻，但都是小事儿。哎，爸爸，我好久都没有接到岸英的信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是不是他变心了？他成天战斗在炮火里，只有想你，怎么会变心呢？可是没有接到他的来信，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哦，可能是战斗太紧张，工作太忙了，或者是朝鲜的油路被炸啊？哦，还有别的原因啊？总之，思琪，你要相信，岸英是不会变心的。可能是我多心了。思琪，我有时候也想你开会，妈妈。想我的2个弟弟泽民、泽安，想堂妹泽健和侄儿楚雄。这么多亲人为革命牺牲了，有时候我会悲伤，有时候我又感到光荣。是啊，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爸爸，我听岸英讲过这些，也听我妈妈讲过，您不要太伤感了。思琪啊，你去见过李敏、李讷了吗？还没有，我现在就去。爸爸再见。主席，岸英的生活跟您一样朴素。哎，大衣扣子掉了，我给他缝上。主席，岸英的东西就放在我这里吧。天好的时候，别忘了提醒我拿出来晒一晒。是，主席。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美国政府不甘心接受失败，又记起了原子弹这个法宝。1950年11月，美军将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的航空母舰上，进行了核模拟袭击。美国总统杜鲁门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下达按下核按钮指令的人。1945年投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就是他的大作。1950年11月30日，面对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惨败，他再次萌生了按动核按钮这个可怕的念头。在这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当局宣称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挽回朝鲜战局。请问您所讲的一切必要措施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呢？当然包括原子弹。美国政府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在必要的时间做出必要的措施。几分钟后，合众社广播如下新闻内容：
杜鲁门总统今天说，他已经考虑同朝鲜战场有关的原子弹使用问题。父亲，父亲，静儿，是大陆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不是大陆，是美国。父亲，好消息啊！杜鲁门总统发表讲话，要用原子弹对付中共。这么说，是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吃了亏，想动用他们的法宝了？嗯。哦，父亲，父亲请看。静儿，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好，好极了。韩战爆发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是能复兴我中华民国的重要时机呀。第一，美国人出于为了抵抗俄国在亚洲的共产主义阵营，他势必要保护我们台湾。第二，中共一旦参战的话，就要从南方抽调军队，他们攻台计划就会搁浅。这第三，一旦韩战能演变成为第3次世界大战，那就是我们反攻大陆的绝好良机呀。总统对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望眼欲穿，现在有这个机会了，只要美国人的原子弹一扔，世界大战必将爆发。不过，对美国人不可完全相信。在韩战刚刚爆发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让我出兵南韩，我准备了最精锐的52军，共33000人马。可没想到他美国人最终还是变卦了。父亲说得对，可是我们尽管没有参加战斗，可我们却是韩战的最大受益者呀。美国第7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台湾从此就保住了。二位啊，一位是台湾省主席，一位是国防部部长，是我到台湾以后最器重的2位。你们要知道，美国人一旦打起来，那就是我们反攻的最大良机。2位务必要提前做好打回大陆的准备。是。他毛泽东一贯是有恃无恐啊。这一次他如果尝到了原子弹的滋味，就该知道是纸老虎还是真老虎。哼，杜鲁门要扔原子弹，我陈毅偏不吃这套。原子弹能消灭我们中国人民吗？简直扯淡！陈老总发火喽！来，坐下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46年的8月6日，刚好是原子弹用于战争的1周年。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来延安采访主席。斯特朗女士问我，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我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了，
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主席的这段话从延安的窑洞传遍了全世界，成为流传于世的名言了。对付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核武器，我们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原子弹它是纸老虎，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光说纸老虎不行的，我们不强大起来，那它就是真老虎。这就是主席经常讲的，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原子弹的威胁从美国人把它投到日本广岛开始，就笼罩在我们头上，它是悬在新中国头上的一把刀啊！不打破它的威胁，我们就要一辈子受欺负啊！恩来说得好啊，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但是朝鲜战场的情况告诉我们，军事装备的落后，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教训是很深刻。主席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有一个愿望：将来搞我国自己的国防科技建设，我请缨上阵。我们头顶上悬着原子弹这个东西，不能视而不见。不怕原子弹这是一条，可真正战胜这个东西，还要有实力，拿实力来说话。主席讲得好啊，讲到我陈毅心坎上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的一个友人说的。他就是约里奥·居里先生。居里先生不负重托，帮我们买回了一些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资料。前段时间通过核物理学家杨承忠同志带回国，他还给主席带回了一句话。居里先生说的这句话虽然简单，道理却很深刻。他说：“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掌握原子弹。”居里先生热爱和平，同情中国，他是我们的朋友，对朋友的忠告我们要记取。代表了世界进步力量嘛，金玉良言呐。敌人越压我们，越讹诈我们，我们就越要有雄心壮志。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等条件成熟了再干。未雨绸缪，是该有所准备了。主席下了决心，这件事由我来具体负责准备工作。将来，我们不光要有原子弹，还要有导弹、氢弹，他们有的，我们都要有。毛泽东的雄心壮志被居里先生的话深深激发，未来中国原子能和核武器的发展计划就这样在他心中萌生。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种用280毫米榴弹炮发射的小型战术核弹，用这种核弹对付中国军队，相信是有效的。这确实是很有效的小型战术核武器。那么你准备放在什么地区？我的意见是，在38线附近的开城地区，2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中有大量的中朝军队和物资，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目标。这个方案可以考虑。如果板门店谈判失败，将战争扩大升级到朝鲜以外，动用包括小型战术核弹在内的武器，这样既可以威慑到中国军队，又可以让我们美国人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抢得主导权。总统先生是不是可以向外界吹吹风，给板面谈判增加点压力？美国白宫在电视讲话中宣称，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
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我们不怕核战争。命令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积极做好防核准备，充分利用朝鲜多山地形和多变气候，来防止原子弹的袭击。美国人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打一场核大战，我们就有胆量奉陪。1953年3月，美国终于被迫坐到板门店的谈判席上，跟中朝两国讨论签订停战协议。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字。英勇的志愿军将士们回到祖国，举国欢腾。父母盼回了儿子，妻子盼回了丈夫，儿女盼回了父亲，可毛岸英再也回不来了。3年了，毛泽东心中充满了隐痛。爸爸。父母盼回了儿子，妻子盼回了丈夫，儿女盼回了父亲，可毛岸英再也回不来了。3年了，毛泽东心中充满了隐痛。爸爸，思琪来了，哎，陪爸爸去散散步吧。嗯。爸爸，我好久没来看您了。我忙，你也忙。思琪啊，工作学习都好吧？挺好的。对了，爸爸，志愿军都回国了，岸英他什么时候回来呀？我都3年没有他的消息了。面对苦等了3年的儿媳，毛泽东心有不忍，而且亲口说出丧子之痛，对他无疑又是一次打击。他特意请来了周恩来。志愿军保家卫国，牺牲了无数英雄战士的生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岸英也是其中的一位。岸英他牺牲了，怕你经受不住，这件事一直没有告诉你。你爸爸也是为了你好。岸英。主席，思琪，你要节哀啊！你爸爸的手指都冰冷了。保重，思琪，我懂啊，你不要责怪爸爸，当初没有告诉你啊。不，爸爸，我不。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爸爸。爸爸。后来，志愿军总部曾请求把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安葬。毛泽东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保家卫国而死的，
就把他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他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于是，毛岸英烈士就永远留在了朝鲜的3000里江山。主席，总干部部给彭总发来一个电报，说岸英是主席的儿子，要求将岸英的遗骨运回祖国，破格安葬在北京。彭老总是什么意见？彭老总从大局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彭总写给我的报告，请主席过目一下。主席，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们想把岸英安葬在朝鲜。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看来，你的意见呢？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岸英的遗骨不宜运回国内安葬。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保家卫国而死的，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让他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